诸位善知识好，我是东方阳西。我想许多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在茫茫的宇宙中，怎么就有了地球和人类了？我们人类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与客观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如果说是上帝和真主创造了万物，那么上帝和真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认知上帝和真主？我们与造物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只是想一想，也就不再深究和寻找答案了。但是也有极少数一些人对这些问题穷追不舍，他们通过自己毕生的努力、修炼和参悟，最终找到了答案，解开了这些谜团，并由此获得了新生。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先有了天地万物的存在，才有了自己的存在，是先有了父母，才有了自己。如果你也抱持着这种观点，那么无论你处于社会什么阶层，无论你具有何种身份地位，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错误和颠倒的。有人会反驳说，没有天地，哪来的人类社会？哪个人不是父母所生？先有了天地和父母的存在，才有了自己的存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的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凡众眼中的事实，事实不等于真相。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自我和生命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也就是先把我搞明白了，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我。信仰宗教、相信轮回转世的人们知道，我们这个肉体之身只是心灵的载具，它是生命的假象，它既不是真实的我，也不是真实的生命。我们活在世上，真正感知这个世界的是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灵离去了，身体就是一团无知无觉的物质体。就身体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来讲，身体的好坏固然会影响到生命的质量和长短，但身体并不是决定生命的根本，因为真正决定生命的是心灵，而非身体。许多猝死的人，他们的身体和各个器官都是健康完好的，但他们死后为什么没有见闻觉知了呢？我们人类对生命和这个世界的认知，主要源于自己的见闻觉知和综合性判断。其实这种认知是非常有限的，也是极其狭隘和片面的。以声音而论，我们人类所能够听到的声音，其实只是自然界全部声音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频率。人类所闻到的气息也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狗能够听到的声音，人类却听不到；狗能够嗅到的味道，人类却闻不到。又比如，同样是河水，在人类看来这个就是河水，但在鬼道众生的眼中则是脓血，在天人的眼中却是甘露。那么这条河的河水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到底谁看到的是真实的呢？事实真相是，人类、恶鬼、天人所看到的存在都是不真实的。无论是河水、脓血、甘露，皆是依据众生各自不同业力产生的幻象。不仅河水、脓血、甘露原本就不存在，众生对其产生的觉受同样是幻觉。正因为众生迷失了本来，迷失了真我，迷失了自心，迷失了诸法实相，被幻象所迷所转，所以才误把色身当成了真实的自己，被色身缘起的觉受所欺骗，并由此衍生出贪嗔痴和各种的痛苦烦恼。释迦牟尼佛和一切的古圣先贤皆因证悟了诸法实相而获得解脱，
因为众生的一切苦难以及永无休止的轮回，皆源于众生迷失了本来，即对诸法实相的迷失。所以无论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想出离生死轮回，回到上帝的怀抱，唯有觉悟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也就是万物的本质和真相，在各个宗教对此有着不同的名称，如涅槃、真主、上帝、极乐、净土、佛性、本性、本心等等。佛教所说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实就是直指诸法实相。法不离心，也就是法不离诸法实相。许多宗教人士都认为上帝是有形象的，其实上帝是无形无相、无声无嗅的。他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他却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且无处不在。天地万物无不由其所化现，无不由其所主宰。佛在宗经录中说，诸法实相是一切法无相，是无相中不分别是佛是畜生。由此可知，诸法实相是无一切相的，一切众生的法性都是平等的，是没有佛和畜生分别的。这也是佛经中为什么会说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原因。正因为诸法实相对一切众生都是本自具有、本来平等的，所以无论是谁，凡是能够觉悟诸法实相者，皆可成佛。佛陀在世时，小龙女是畜生道的众生，因为通过佛陀的教导，当下觉悟了诸法实相，所以立地成佛了。我在视频标题中所说的先有了你，才有了这个世界，这个你指的是你的心，而不是你的身体。佛陀是证悟了诸法实相的大觉者。佛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说，我以众欲明空义，是知三界为一心。在大乘入楞伽经中说，云何观察自心所现，为观三界为是自心。又云，诸法无自性，但唯心所现。佛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这个世界原本就不存在。众生所看到和觉受到的一切，皆是依据自身业力产生的幻象和幻觉。佛在缘起经中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时说人们有什么样的心，也就是有什么样的业力和习气秉性，就会缘起什么样的对境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人们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一切存在皆是建立在我们自心上产生的，而我们感知万物的自心是无形无相、无声无嗅的空性。因此，无论是我们色见声闻到的一切，还是我们的自心，皆是本空本无的。我们今生以及我们生生世世所经历的一切，皆如梦如幻，原本就不存在。证悟诸法实相，即是粉碎虚空。人们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能够真正理解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会说本来无一物，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作为寻求觉悟和解脱的修行者，只有证悟了诸法实相，才能够从如梦如幻的人生中觉醒，由此才会知道自己的一切觉受、一切苦乐皆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灭、缘起性空的幻觉。众生所经历的一切苦乐境界原本就不存在，一切都是冤枉受的。因为大多数人迷失了本来，不知一切存在都是空无自性的假象，所以各种的迷惑和痛苦才会在众生中间被广泛的认定和相互传导。譬如一只小猫在死亡前痛苦的惨叫，猫妈妈在一旁围着小猫发出绝望的哀嚎。看到这样悲伤的场面，许多人也被感动得落泪了。这就是痛苦的认定和传导。其实痛苦本来并不存在，痛苦只是众生认幻象为实有产生的幻觉。小猫临命终前，以为自己真的会死，真的要离开妈妈，所以才会痛苦的哀嚎。
猫妈妈不知小猫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更不知道小猫的痛苦只是一种空生空灭的幻觉，所以才会因小猫而痛苦。而人又以为猫和猫的痛苦是真实的存在，所以看到猫如此的哀伤，才会被幻境所转，跟着悲伤不已。其实一切众生的生死离别皆是假象，天地万物原本就在天国上帝的怀抱里，我们人类和一切众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上帝，只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而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原本就是自在和清净的，人们色见声闻到的一切其实都是原本不存在的幻象。众生所见到的各种景象和由此产生的觉受，皆是依据各自不同业力所呈现出的幻觉。有人会说，同样一件事物，我看是这样，成千上万人看同样是这样，这怎么能说是我自身业力产生的幻象呢？同样一件事物，你看是这样，对方看也是这样，并不能证明这件事物就是真实的。此只能证明你与对方有着同样的业力，这在佛教中称为共业。人类所看到、所认知的这个世界，在佛法中称为娑婆世界。人类并不是娑婆世界的主人，人类只是六道轮回中的众生，是娑婆世界幻生幻灭的过客。人类彼此间因为有着共同和相似的业力，才一起投胎到了娑婆世界。有人一听佛说本来无一物，观法无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错误的以为修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把自己都修得没有了。其实这是完空，是断灭见。无我无物不等于完空，而是回归到大我、高我、真我。所谓的无我，是没有了对自己身体即对这个假我的执着和以自我为核心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修到最后把自己修成了没有思想感情、没有见闻觉知的石头了。还有人认为，如果人们觉悟了这个道理，四大皆空，什么都不存在了，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人自此会不会变得悲观和消极呢？事实不是这样的，除非你只是知识见解，并没有真正的证悟真理。真正证悟真理者，他们不仅不会变得消极和悲观，反而会更加的快乐，更加的积极向上。何以这么说呢？因为人们只有看破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才能够不被各种的现象所迷，才能够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才能够拥有更强大的精神能量，才能够比常人更好地享受到生活。人的一切痛苦和烦恼，皆源于自心的执着妄想，而非源于对境。也就是说，人们看不破事物的假象，对幻象产生执着妄想，才产生出了种种的痛苦和烦恼。人们要想从痛苦烦恼中获得解脱，并不是往生到所谓的极乐世界和天国，而是觉悟诸法的实相。人生活在世间，必然会存在生老病死、怨憎求不得、爱别离等种种的痛苦和烦恼，这也是人们寻求觉悟和解脱的根本原因。而人们若想出离生死轮回，获得解脱，唯一的方法就是觉悟诸法实相，从自心所造的幻象幻觉中觉醒。因为一切痛苦烦恼的根源并不是源于外在事物，而是源于我们自心的执着妄想。所以得道者才会这样说：迷人至境不至心，智者至心不至境。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若是错误和颠倒的，那么他的思想也必然是错误和颠倒的。思想主导行为，一个人的思想若是错误和颠倒的，那么他的整个人生也必然是错误和颠倒的。事实上，人们唯有觉悟诸法的实相，才能够具有真正的禅定力。无论人们信仰何种宗教，无论人们以何种方式修行，无论修行多少年，
若是没有证悟一切缘起性空的道理，把现实中的一切当成了真实，生活中一旦发生重大变故，自己一定会丧失到禅定里，被打回到原形的。我们信仰宗教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基于往生到极乐世界和天国获得解脱，而是通过对现实事物内在本质的真实了解，也就是觉悟诸法实相而获得解脱。迷信与正信仅在于一念之间，在没有正确的引导下，宗教信仰者其实就是一个迷信的群体。从修行的角度讲，人们不明白一切法空无自性的道理，看不破自我和对境是一种假象，把自己和对境当真了，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动心、不怨人、不起分别见、不产生痛苦和烦恼的。心经中说，无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人们唯有觉悟诸法实相，才能够看破一切，看破一切才能够去除恐惧心理，远离颠倒梦想，获得究竟的觉悟和解脱。反之，人们若是看不空、看不破，把虚妄相当成真实，是不可能做到没有恐惧的。人们在恐惧和颠倒之中，是无法进入涅槃的。自心即诸法实相是本来清净的，一切的欲望和罪恶都是由我执缘起的，因此人们唯有觉悟诸法的实相，才能够从根本上拔除由这个肉体及我执缘起的各种欲望、自私和贪婪。综上所述，证悟空性，觉悟诸法的实相，无论是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还是对自己的觉悟和解脱，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不能觉悟诸法的实相，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的，也是不可能回到主的怀抱，出离生死轮回的。因为我们的自心就是上帝，我们的自心就是真主，我们的自心就是极乐世界，我们的自心就是涅槃，我们的自心就是天堂，我们的自心就是诸法实相。我们觉悟了自心，觉悟了诸法的实相，就是觉醒。觉醒即是自在，觉醒即是天堂，觉醒即是解脱。本人在此要特别声明，本人并不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也从没有皈依过任何一种宗教。其实宗教只是阐述真理的一个媒介，我们与其说信仰宗教，倒不如说是信仰宗教所述的真理更为准确。只是许多人分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把宗教信仰当成了一种迷信和执着。既然本人不属于任何一种宗教和团体组织，因此也牵扯不到把众人引向某种宗教或团体的问题。本人从没有成立过组织和门派，也没有收过徒。本人创办网站和视频讲座，只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觉悟和解脱。一些人或许对我讲述的这个道理难以理解和接受，这是很正常的。对于佛说的这些道理，我也是经过数十年的修炼和参悟才真正搞明白。这些道理如果不是我亲自证得，在惯性思维的作用下，我也是同样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各教圣人讲述的是宇宙人生的至极真理，有缘得闻真理的人，不要轻易的毁谤和回避。毁谤真理将使你生生世世永远堕入轮回之中，因为你自我隔绝了事实和真相。回避真理将使你失去觉悟人生真理的机会。对于心中的疑惑，理性客观的态度是要通过自己如法的修习亲自证悟，因为唯有亲自证得的真理才能够让你产生真实的信心。最后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要点，这个世界并非真实的存在，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皆是我们自心产生的幻觉，我们的肉体之身并不是真正的我，
我们的身体本身无知无觉，因为我们有一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心灵，身体才有了种种的功用。我们通过了解万物的本质和真相，可以使我们获得心灵的光明，让我们从迷茫和痛苦烦恼中获得解脱，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佛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说：心清净，故世界清净；心杂秽，故世界杂秽。我佛法中以心为主，一切诸法无不由心。由此可知，你及你的心才是世界的主人，世界因你而存在，世界因你而美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观看。